你好呀，這裡是 Momo 的投資筆記。台積電第二季度淨利潤同比大漲 77.4%， 連續第5個季度創下紀錄。財報以後，股價先劇烈回落，又在7月21日單日反彈 5.55%， 重新回到 424.61 美元。現在真正的問題已經不是台積電是不是一家好公司，而是市場願意為這份好提前付到什麼程度。這期視頻我會重新回答3個問題：第一， AI 需求到底有多強？第二，424美元已經預支了多少增長？第三，什麼價格才值得真正開始建倉？先說結論，我把評級調整為觀望，合理價值區間放在440到490美元，手筆觀察區是385到405美元，更有吸引力的加倉區是345到370美元。換句話說，公司質量仍然非常強，但當前價格只給了有限的容錯空間。先把最新財報拆開。第二季度營收402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36%， 淨利潤7065.6億新台幣，同比增長 77.4%， 毛利率達到 67.7%， 營業利潤率 60.3%。台積電每賣出100塊錢的產品，扣掉直接成本以後留下接近68塊，扣掉研發和管理費用以後，還能留下60塊左右的營業利潤。增長的來源也很清楚，高性能計算收入環比增長 20%， 占總收入 66%， 智能手機只占 22%， 而且環比下降 4%。 3納米、5納米和7納米分別占晶圓收入的 30%、33% 和 11%， 7納米及以下合計達到 77%。 這說明台積電已經不是等手機週期反彈，而是在直接承接 AI 數據中心的算力投資。第三季度收入指引是446到458億美元，毛利率指引 65% 到 67%， 營業利潤率 56% 到 58%。 需求沒有降溫，但利潤率已經開始告訴我們，下一階段不會只剩增長，也會出現成本。再看股價，7月21日收盤 424.61 美元，單日上漲 5.55%， 過去一周上漲約 1%， 過去一個月仍然下跌 8.12%， 但3個月上漲 16.21%， 6個月上漲 24.65%。它不是從低位剛剛啟動，而是在大漲以後經歷高位震盪。過去52周最低 223.70 美元，最高479美元。當前價格位於整個區間大約 78% 的位置，距離最高點還有 11.4%， 但距離最低點已經接近翻倍。位置不算極端，卻絕對不能叫便宜。技術面也處於修復，而不是重新確認強勢。12日指數均線在 421.38 美元。26日指數均線在 426.19 美元，股價剛站回短期均線，但還沒有完全突破中期均線。MACD 仍在信號線下方 ，RSI 是 49.46， 屬於中性。布林帶中軌 432.23 美元，下軌 396.79 美元。短線最關鍵的觀察區就是426到432美元能不能真正站穩。如果站不穩，385到405美元仍然是更值得等待的區間。估值是這次重做以後變化最大的部分。台積電過去12個月每股收益大約 12.14 美元，對應滾動市盈率約35倍。市場預估2026年每股收益 17.05 美元，現價對應 24.9倍。2027年每股收益預估已經上修到 21.45 美元，對應 19.8倍。19.8倍看起來不貴，但他把2個條件同時寫進去了。第一，2027年盈利必須繼續增長大約 26%。 第二，市場還願意給台積電接近20倍的預期市盈率，任何一個條件沒有兌現，所謂便宜的未來估值都會重新變貴。18位分析師的平均目標價約 522.82 美元，最高700美元，最低354美元。這個區間大到不能直接拿平均數做答案，我用3種情景重算，概率加權價值大約461美元，相對 424.61 美元只有約 8.6% 空間。這裡最大的風險不是公司突然不賺錢，而是好消息已經被價格提前消化，財務質量依然是台積電最強的一頁。第二季度經營現金流約7830億新台幣，資本開支約4960億，簡單相減以後還有大約2870億自由現金流，期末現金大約 3.1萬億新台幣，資產負債表足以支持擴產、研發和分紅。但資本開支正在快速上調，公司把2026年資本開支從原來的520到560億美元提高到600到640億美元。資本開支越大，代表客戶給出的長期需求信號越強。
但這些工廠建成以後，折舊不會等訂單慢慢來。兩個利潤率壓力必須單獨看。2納米在下半年快速爬坡，管理層預計會稀釋毛利率3到4個百分點。海外工廠在早期預計稀釋2到3個百分點，後期可能擴大到3到4個百分點。所以 67.7% 的毛利率更像階段高點，不能把它直線外推到未來。台積電有能力消化這些成本，但當前估值已經要求它消化得非常順利。把增長、利潤率和估值放在一起，我給出3種情景。多頭情景概率 30%， 價格區間550到600美元。前提是 AI 與高性能計算需求繼續快於新增產能，2納米和先進封裝順利放量。2027年每股收益接近24美元，市場繼續給予23到25倍預期市盈率。基本情景的概率是 50%， 價格區間430到475美元。2027年每股收益接近目前預估的 21.45 美元。毛利率從季度高位溫和回落，市場給予20到22倍預期市盈率，這是我認為最可能的路徑。空頭情景概率 20%， 價格區間290到325美元。觸發條件是 AI 資本開支出現空檔，海外擴產和2納米折舊同時壓縮利潤率。2027年每股收益只有18美元左右，估值回落到16到18倍。3種情景中值概率加权約461美元。向上空間 8.6%， 空頭中值約308美元，向下空間超過 27%。 這個風險收益比說明424美元可以繼續研究，但還沒有便宜到可以忽略買入價格。最後說操作，還沒有持倉的朋友不需要在單日上漲 5.55% 以後追着證明自己看對了。385到405美元可以先建立計劃倉位的1/4到3成。如果回到345到370美元，同時第3季度收入仍達到446到458億美元，毛利率仍守在 65% 附近，再考慮加第2筆。已經持倉的朋友可以保留底倉，重點觀察3件事：2納米爬坡以後毛利率能不能守住 65% 附近？600到640億美元資本開支能不能轉化成2027年盈利上修？大型雲廠商的 AI 資本開支有沒有真正出現放緩？如果股價先漲到480到500美元，但盈利預期沒有繼續上修，可以分批鎖定一部分收益。失效條件也要講清楚。如果公司把全年美元營收增長預期下調到 30% 以下，毛利率連續2個季度跌破 60%， 或者大型 AI 客戶明顯削減訂單，那麼高增長可以消化高資本開支的邏輯就需要重做。總結一句話，台積電仍然是 AI 基礎設施裡最強的制造資產之一。但424美元已經要求未來幾年少犯錯誤，讓價格和業績證據一起決定倉位，比在一根大陽線以後追高更重要。如果你也在研究台積電，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合理買入價格。覺得內容有用的話，點個讚並關注支持一下，咱們下期見。